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大手哥。名人不说暗话，兄弟真是冒着差点卖屁股的风险，才勉强抠了这么台人家多出来的机器。尽管代价头皮发麻，但这一口怎么也算是尚有余温了吧？需要说明的是，这版软件我瞅着恐怕多少沾点先行版，所以今天瞧归瞧，摸归摸，遇事朋友们千万别往心里搁。回头区别比较大的话，等我标准版到了咱再说。小米14 Pro 上手的感觉，不知是红米越了界，还是小米勾引在先，反正笼统而言，基本就是神行兼备的 K60至尊版尺寸小米13，甚至抛出其他因素，纯论单手握持的触感，都与前作标准版相似的十分自然，指边加深难免不比双面双曲高挑受削，但好在整体身材把控称得上足够的紧凑简约，平直规整的同时，倒也完全不会显得笨拙。做工层面虽然我觉得和之前差不多，不过得益于这种能集近2年爆款旗舰标志性元素于一身的逆天整合能力，14 Pro 所营造出的精致感确实几乎翻了番。全等身微曲屏，龙晶玻璃官方数据硬度爆表，3D 4曲类悬浮水滴的设定完美兼顾了直屏体验与曲屏手感，实际使用莹润爽滑，沁人心脾。不过也许是为了同玻璃背板形成对称效果，哥们边缘弧度真的不算小，看起来仿佛达到了采用类似工艺的 Mate 60 Pro 的2倍。就个人手感喜好而言，或许有一点过于陡峭。另外，如果习惯性的想贴个膜的话，恐怕难觅周全。屏幕黑边上3边等宽，底部略宽一丢，相较前作上下两端堪称跨越式提升。同时由于是4曲玻璃，正视角隐约额外还有一定加成，比如底边是吧？实际使用中不仔细观瞧，效果很大程度可以说是约等于等宽。横向还是老样子，朋友们自行感受一下，你觉得哪个窄，那就是哪个窄。白色版本金属机身表面使用了气象沉积工艺，锃光瓦亮，光洁如镜，质感不俗。实际上手本次通透程度介于小米13与 iPhone 14 Pro 之间，这个工艺很在不单反射可见光，使用传统红外手段你还没法测量温度，所以也知道为啥这帮人一到 iPhone 就只提前后面板了吧。不过落到咱手里，今天肯定不可能让它跑了。机身顶部开口优化整合，红外遥控塞进主摄，用的时候终于不用非得放平机身了。当然这肯定不是模组突然如此硕大的主要理由，除了苏米 Lux 很难说不包含刻意视觉威猛的成分，但必须提出表扬的是贴心配备了一圈指甲簇，让你的指甲时刻与手机一样精致闪耀，非常的人性。此外，尽管主摄如此磅礴，但却并未对重量分布造成明显影响，同时横屏握持干扰，个人觉得也完全在可接受范畴。最后，关于这个颜值嘛，不知道朋友们觉得如何？是否符合预期？满分5分，你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澎湃 OS 目前看起来倾向底层升级，外皮变化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布局或者细节元素调整，外带改了改动画，这版只能稍微看一下，等到下版再来琢磨有啥能挖。首先出于兼容性考量，毕竟仍然包含 AOSP， 所以澎湃 OS 并没有去掉开机的安卓 logo。新的 AOD 简洁适中，结合全等身微曲屏，调性更加现代化，不禁会令人隐约有点想起诺基亚。本次新增锁屏时钟联动2位一体，这种自然的无缝衔接非常舒适。另外也添加了新的锁屏样式，其中影像杂志类似 iOS， 文字能够实现景深效果。亮屏状态下，全屏充电动画及连接耳机等改为状态栏提示，降低干扰。控制中心布局调整，尤其亮度与音量滑杆相较之前更加的 iOS。只是下面的快捷方式也不知道因为啥没有横向翻页了，且几乎无限添加，这也就意味着极端情况或许你将要面对密孔的局面。控制中心呼出动画加厚了高斯模糊，响应依然迅速的基础上，整体更加自然柔和。参考华为、苹果，不知道大家觉得谁看起来最为细腻润泽呢？打断动画没啥悬念，我觉得还是 iOS 相对可能更好一点。澎湃 OS 虽也有走该方案的意图，但看起来这版当中细节仍未敲定。应用方面，拨号、短信、联系人、笔记、时钟、相册、文件夹等等等等，凡是之前页卡在顶部的，本次全部挪到了底边，方便操作。系统设置选项重新整合梳理，新增互联互通板块，类似鸿蒙当中的超级终端，提供跨设备协同相关设置。天气也重新设计了一下，不过看起来与前面的泄露版相同，无需赘述。相册中加入了自动抠图，还是连带动画，均与 iOS 十分相似，只目前并不支持直接拖拽，抠完后唯有使用菜单选项。这样的话，在小窗或者分屏时，恐怕就会显得没那么通顺了。迷你小窗现在可以更加的迷你，顶部手柄加入分屏快捷方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也有了关键时刻保命的极限续航模式，1%电量时触发，除基础通信外，可自定义保留 APP。震动应该和上回一样，就不赘述了。参考华为 Mate 60 Pro， 朋友们直接感受下。
接口属于死司机升级，不管之前是舍不得成本也好，还是搞不定干扰也罢，反正现在终于告别 USB 2.0，可喜可贺。只近期这波旗舰新机似乎普遍供电不高，无外接电源情况下，基本不识别 USB 20Gbps 的存储设备。但是实测10Gbps 下小米14 Pro 的传输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尤其导出甚至逼近1GB 每秒。外观效果同样没啥显著变化，依然参考 Mate 60 Pro， 毕竟华为这机器确实是比较有性格，音量稍微大点，整个机器都在震，会令原本就有些松散的声音更添杂乱。不过可有一样，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段，听动次打次的时候，低频居然很有 ROG 的味道。同志们品鉴品鉴，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呢？影像方面，最大变化莫过于这颗1.31分之英寸5000万像素的光影猎人900。系统回报来看，应该是出自好威科技，原名 X9000， 支持原生14比特。从尺寸上就不难看出，想打1英寸的 MS989， 非双层晶体管的前提下，好像可能不咋通顺。但是没关系，面积不够，算法来凑呗。只要软件手段哪怕仅仅是追平，那 F1.42 的大光圈带来的增量就全是净利。实际效果几何？参考前作，我们简单看几个样张。室内暗光手动模式由于两位参数刻度不一样，所以没法调至完全一致，只能说是尽量。可以看到，即使没有使用最大光圈，两者在 1.8、1.9 的位置，不论边缘还是中间，不论亮度还是色彩，亦或纯净度，纯靠算法，14 Pro 就已然可以将前作摁在地上蹂躏摩擦。保守估算，画面亮度起码要高出 40%。那么其他参数不变，再叠加 1.42 光圈会怎么样呢？画质将肉眼可见的更上一层。本场景下亮度比刚才至少又增加了 22%。如果是对比13 Pro， 那这一数值就是 70% 以上，而此时还没算对冲传感器面积的 30%， 所以整体综合提升，即使如此不堪的瞎他妈算，也可以说是相当可观。光线较好条件下抬手即拍，实际使用中不会发现解析有啥显著区别，只是多数时间本次算法没有之前那么多锐化，也许会让你觉得好像不够清晰，但其实拍到的东西基本一样。前作这种细节的清晰感只是锐化带来的错觉，得益于此加之色彩调幼，外带更稳定的白平衡，都令14 Pro 总体风格更加自然讨喜。比如这张的树干或者地面，显然要舒服得多。也许有同学会觉得这他妈不就是更浓郁了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像这张大逆光稍微有点过的反倒是前作。另外有趣的是，这把小米对高光的压制好像也有了新的理解，不会把太阳搞得跟画出来一样，而是相对贴近正常视觉效果。光比正常没那么大的情况下，两者几乎势均力敌，看起来也差不太多。14 Pro 并不会触发 1.42 大光圈，但画面中最亮的地方更亮，确实拉升了所谓宽容度。这时候在自身相册的 HDR 效果有一定优势，只是除了最亮的区域，其他部分相对反倒会暗一点，尤其暗部细节不一定顾得上，当然也有全顾上的时候。比如这张还是 2.0 光圈，结合延长的一点曝光时间，令宽容度高一截的同时，也兼顾了各处暗部细节，甚至连解析都感觉好像更好了。至于大光圈怼太阳的时候100%触发，不过和刚才情况类似，核心还是让最亮的地方更亮，其他则差不多。暗部细节有时顾得上，有时顾不上，不一定。顾得上的时候，严格讲总体宽容度会有些收缩，且暗部的亮度也稍显刻意，其实稍稍拉起来一点会更好。至于7速毫米和超广角变化不大，朋友们简单看看样张吧。夜间弱光首先就是眩光获得明显大幅改善，令人舒适。然后当环境灯光充足，并不是过分的暗时，和白天策略相近，就是把画面中最亮的部分进一步推亮，因为暗部都差不多嘛，所以使得整体宽容度高出一截。不过当然偶尔也会照顾一下暗部，呈现出人意料丰富的细节。只是随着画面中明亮范围收缩，逐步仿佛是触发了什么额外的风格效果，或者是受到了大光圈的影响。总之亮的地方更亮，但同时暗的地方观感也会跟着更暗，进入有点朦胧的状态。最后极限弱光，我觉得整体都比之前强，观感好得多。
屏幕部分，华星光电 C8 分辨率4200×1440，最高120赫兹刷新，240赫兹采样，1920赫兹调光。这块屏幕肉眼观感与前作十分相近，甚至舒适度上似乎略微还强一点。调光频闪大概在亮度滑块60%左右，80尼特附近切换调光。闪烁情况总体而言要优于前作，暗光下则为持平。也许是受到默认模式高色温影响，蓝光方面表现要弱一点，但仍然要优于小米13。亮度方面设置稍有些特别，本次澎湃 OS 中的阳光模式会直接增加手动亮度上限，这点在 MIUI 中是没有的。阳光模式关闭状态，手动平均最大亮度522.6尼特，激发1062.9，而开启阳光模式，手动平均将达到737.4尼特，可能是目前手动亮度最高的机型。不过激发亮度相比之前的1300显然是更为保守的。HDR 窗口亮度，手动最高1482尼特，激发将达到2959，比 iPhone 15 Pro Max 还要高了25.9%。除了用不上，可以说确实格外的猛。个人是不建议大家尝试这个状态的，因为对于所有 OLED 的手机都一样，此时烧屏的风险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不要碰就对了。最后有必要插一嘴的是 HDR 亮度映射，手动亮度下除了暗部可能略有提亮，整体来说小米14 Pro 还是非常准的。iPhone 今年有点退步，至于华为嘛，应该是还没空想这个事儿。色彩方面，两个色域最准的时候都出现在高级当中的自适应模式下，相对中规中矩，主要由于整体的色温都偏高，即使最准的时候色温也有6800K， 官方说法是怕你们喷得黄，所以大部分模式的色温都是按照7500K 走的。我觉着可以理解，但最好能够保留一个完全跟着通用标准的模式，方便专业情况使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澎湃 OS 目前的默认模式也变成了自适应，也就是说现在光自适应就有2套，如果按色域划分，所有模式加起来总共多达8种情况，我觉得是亟待精简的。触控方面，系统 UI 下采样率120赫兹，游戏当中则为240，跟手度大体试了试，和之前似乎区别不大。骁龙8 Gen 3官方数据，甭管 CPU 还是 GPU 性能提升均在30%以上，最离谱的还是 AI 性能，高通认为几乎是翻倍的。Power Antutu 整机性能相较前作提升34.8%，Geekbench 6单核提升12.9%，多核29.4%。GPU 方面，不论 3D Mark 还是 GFX Bench 均同样涨了不少，而尤其 3D Mark 中的光追测试，参考小米13的话，分值更是直接暴涨了61%。当然也不能高兴太早，GFX Bench 为例，尽管性能提升30.5%，但功耗同时也涨了48.9%。这也就意味着骁龙8 Gen 3起码 GPU 肯定没办法全力压榨，还是比较吃调教的玩法。现在知道为啥官方写 CPU 或者 GPU 功耗时都格外强调必须是同等性能输出下了吧？后1/3效能曲线它是不会画给你的，怕你受不了。存储方面跑来跑去，目前只有顺序读写，看起来肯定是兼容的。在8 Gen 3加持下，这一块提升也不小。3D Mark 烤机，我觉得性能可以参考努比亚 Z50 Ultra， 45度大概其同样整机10瓦左右的输出。这里8 Gen 3性能提升大致是20%，不过因为 Z50 Ultra 当初只坚持了不到15分钟，所以温度就不能跟它比了。参考当初搭载骁龙8 Gen 2领先版的红魔 8S Pro Plus， 小米14 Pro 平均功耗高 6.6%， 平均帧率高 10.8% 的基础上，周身温度却和内扇关闭状态的红魔差不多，甚至还更凉快点。对于常规期间感觉表现还不错，发热这块可以先谨慎乐观一下。至于周身均热情况，同13 Pro 看起来比较相似，前后主要发热点位完全一致。120帧最高画质 HDR 王者荣耀，我这边软件应该还有点小 bug， 不论均衡模式还是性能模式都会出现性能释放过多，只有通过游戏加速中的性能优化来开启才会正常。你绝对不会想知道我跑了多少遍才找到这个规律。此处前作小米13 Pro 的表现，包括温度、功耗、帧率等等，基本可以说是8 Gen 2的平均水平再略微好一点。参考之下，小米14 Pro 的平均 3.4 瓦，说是足以横扫8 Gen 2也并不为过，且帧率还更加平稳。重点是温度，具象化表述，此处小米14 Pro 温度表现基本就是当初红魔8 Pro Plus 开启内置风扇2档的程度。不过当然这样的结果你找个天玑9200 Plus 也不是不能拿得到，只是帧率稳定性没有这么高。60帧最高画质原神，这里小米14 Pro 看起来适配就没有那么完全了。尽管 58.3 帧的帧率表现尚可，但 5.8 瓦左右功耗并没有脱离8 Gen 2平均水平范畴，估计借鉴之前的调教比较多，所以合理推测8 Gen 3后续适配稳定后应该可以冲击一下5瓦的关口。不过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对比它自己，总体参考小米13 Pro 的话，提升也算比较显著，功耗下降 11%， 后半段也没降帧，同时周身温度更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如果开启 GPU 高质量设置，小米14 Pro 原神将使用与屏幕点对点的 2K 分辨率渲染，咋说呢？画质丝毫必现，属实惊人。只是目前该设置下锁定30帧，流畅度看起来同样并未适配完全，算是个炫技的观光拍照模式吧。
最高画质星铁，此处表现几乎可以说是满足了我对8 Gen 3 GPU 部分的全部想象。尽管帧率曲线后半段看着依然有所波动，甚至绝对数值当中还有相当的微小卡顿，但实际体验说实话以上都并不易察觉，总体非常的丝滑。关键以往如果8 Gen 2想拿到14 Pro 这个流畅度，整机没有个 8.5 瓦怼爆 GPU 的话，根本没机会。同时周身还得原地突破50摄氏度，但这里小米14 Pro 仅仅只用了 5.7 瓦，周身5面平均也才42度。对比13 Pro 的话，效果毫无疑问大幅提升，但功耗却下降 7.4%， GPU 使用率还降低了 16.2%。续航方面，4880毫安时电池，我觉得只要不是性能模式下频繁长时间的打游戏，正常使劲维持个1天半应该问题不大，感觉比前作强一些，具体争取下次再补充，这把肯定是来不及了。充电依然120瓦快充，但是策略稍有调整，平均功率涨了一些，1%电量起重，5分钟充至 30%，15分钟 86%， 充至100%，耗时19分钟，完全充饱21分钟。好了，没有了。今天时间比较仓促，很多东西不是一带而过，就是压根儿来不及。等过2天标准版到了，系统也完整升级了，届时再伺机补充吧。目前 Pro 版看起来给我最大感受就是均衡，整整齐齐的铁桶一个，大的不用提了，小的这回甚至连麦克风都整了4个，里里外外本段位中很难说仍存什么明显缺失。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还有啥求而未得？是否已经准备上车呢？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